一日三餐只吃素，路虎只是代步。你笑大师没头发，大师笑你没 A 八。我问大师什么寺，大师说奔驰 GLS。我问大师9亿元灵不灵，大师说我开雷克萨斯570。佛门本是清净地，寺庙全是法拉利。寻龙分金看缠山，一天工资3万3。你问大师进门往哪里坐，大师说法拉利跑车2门坐。你问大师生活难不难，大师说劳斯莱斯库里南。看似玩笑话，实则这就是现实。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从前提到出家人，总能让人产生几分敬仰，但现在的和尚尼姑却越来越不像是出家人了。这是中国某地尼姑们集体登台表演的视频，让人十分傻眼。尼姑们在唱歌颂毛泽东的红歌。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得在心里亮，照得在心里亮。本应是佛门净地中的尼姑，信的是佛祖，怎么能歌颂无神论的中共党魁呢？尼姑们本应是严守男女有别，但尼姑们不但与和尚聚餐，还大把分钱。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长点完事了，你来，过来，师傅，阿弥陀佛，过来呀，就位呀，来，过来，阿弥陀佛，过来，师傅，阿弥陀佛，看着没有？看见没？过来，你那啥呢？师傅，阿弥陀佛，感恩菩萨，祝你吉祥如意，智慧圆满啊！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师傅。从前人们对和尚尼姑的印象就是饮食简单，主要是吃粥，严守清规戒律。但这个视频却颠覆了人们的想象，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网友惊呼：好扯哦！和尚尼姑一餐也吃太多了吧？比一般人还要会吃。出家人不是讲禁欲望吗？结果那些中国和尚跟尼姑比一般人还会享受。和尚与尼姑们聚众分钱，出手阔绰，这也难怪有的和尚看不上香客供奉的一点心意了。近日，在山西省五台山的某个寺庙里面，一名灰袍僧人和一名老年妇女拿几袋大米来供奉。寺庙黄衣和尚叫嚷，区区一袋大米就想许愿，一边扔大米一边嘟囔着，臭得了不得。我们来一起看一下。2位老人拿着大米来庙里供奉，庙里的和尚看了一下大米，发现是陈米，随即当着供奉者的面把大米扔在了门外。视频里那袋米孤零零躺地上，老人站边上手足无措的样子，看得人血压蹭蹭往上窜。咱先掰扯清楚细节，有人说是老人带的米质量差，和尚嫌寒碜。有人说可能2人之间有过矛盾，也有人反驳说贡品贵在心意，哪能论斤两。该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现在的和尚哪还看得起大米？拎2瓶茅台试试，都是圈钱的地方，和宗教没有半点关系。现在是末法时代，早就到来了。现在里面的都是魔子魔孙，披着人皮，不可信了。那也有人表示呢，几袋米如何能换主持的豪车？这话可说到点子上了。这段视频说出如今的寺庙中的和尚的普遍现状。如今的寺庙早已经商业化，想当和尚一般要本科起步才行。毫不夸张地说，和尚的工资比打工族都高很多。之前就有人拍到某寺庙主持开劳斯莱斯幻影出行。日前，网上热传一个视频，
一个海南三亚的和尚开着劳斯莱斯的豪车。有网友表示，这些年去寺庙许的愿都让和尚实现了。网友们对此见怪不怪。有人说，20几年前在海南旅游，机场遇到一个和尚戴金劳，也有人细心指出这是假的吧，头发没剃，不穿罗汉鞋，戴个不伦不类的帽子遮挡头发，背包也不是出家人的包，里面穿的也不是小褂，只是外面披个随时准备脱的大褂而已。那也有网友贴出，据说是来自于五台山的和尚们到银行存钱的视频。明天8点半以后过来。还有网友贴出一张和尚戴名表看手机的图片，并且附上文字：当和尚的这么富的吗？戴劳力士。和尚哪来这么多钱呢？应该大都是香客们给的。在这个视频当中，一个貌似和尚的人在不紧不慢地吃饭，香客们虔诚地争着给红包。好了，咱们这位大堂请示，道路两旁。啊，回聊休息啊。这个视频显示，和尚们在高兴地整理香火钱。看着，肯定了，咱们弄这大过年这么多的，他们不。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钱都是拜佛的人自愿捐的，但这个视频则披露出更肮脏的一面。在四川乐山，一个男子不断追问一名假和尚，为什么一直暗示别人要捐600块。有什么疑惑，我们都这里都有。你为什么刚刚要对那个人重复的说几次600？你是不是暗示他？是，这个是自愿的，不是。你证件号有吗？你是真的和尚吗？没事的，那我找我们专门的师傅过来嘛，对接给你们啊。你是真的和尚吗？你们已经跟和尚说了，你按照你们的能力只能捐200，他不断的暗示你要捐600，捐600，暗示了4、5次，对不对？2、3次还是？啊，不，反正就是不断的暗示你要做600的那个什么，对，全家福，对不对？你觉得这样对不对？确实不对。有网友说，这些都是上班的，拿工资发奖金，甚至有事业编。有网友披露说，中国现在寺庙基本都是承包，再雇一个有证书的寺庙住持，这个住持就会带一整套和尚过来，然后收益与承包商分，这就是一份工作。这个视频也做出了一点佐证。寺庙招聘了，重庆榆中罗汉寺招聘了住持1人，月薪5万，首座1人，月薪3万，监察2人，月薪2万8，监院3人，月薪2万，知客2人，月薪1万8，方丈助理2人，月薪1万5，实习和尚若干8000每个月，实习2年，包吃住，需服从出差做法事。招聘要求男女不限，招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研究生优先，第一学历为985高校的优先，大学英语6级的优先。应聘实习和尚可接受不剃度。2、能熟练背诵《金刚经》《法华经》等。3、上班时间7.5小时每天，弹性工作，上班期间需戒酒戒色，下班时间不干预私生活。3、4都高薪招聘学管理、学营销的硕士生了，他们不是去当和尚的，是去当 CEO 的。有人问中共国的和尚，你们为什么要唱共产党好？和尚回答说，
共产党让我们吃喝嫖赌毒，想玩啥玩啥，还有大把的钱花，我为什么不唱共产党好？这与人们传统观念中的慈悲为怀、严守戒律的和尚大相径庭。2024年1月19号，四川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5次会议，成都市蒲江县石像市住持释兆杰因涉嫌违纪违法、行为不端等，被撤销政协四川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资格。释兆杰曾任四川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成都蒲江县佛教协会会长。他和一名已婚的直播平台女主播发生不正当关系，并被女主播的丈夫勒索几百万元钱。该事件曝光以后引发了热议，不知羞耻的花和尚有辱佛门。一个寺庙的方丈居然这么有钱，随随便便的就可以拿出上百万。那么也有人呼吁呢，香客们省省吧，你们捐的香火钱现在知道去哪儿了吧？那么说到和尚呢，就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释永信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以及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他也是中共第9、10、11、12届人大代表。释永信还成立了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少林影视公司等商业机构，并有对至少18家企业的控制权。外界甚至将释永信称为少林 CEO 政治和尚。在2018年8月，北京当局倡议在宗教活动场所升挂中共的5星血旗，释永信随即要求少林寺率先表态。2018年8月，少林寺官网就出现了升国旗的公告。从2015年开始，署名释正义的知情人先后5次在网上举报释永信有双重国籍，而且包养数名情妇，还和僧尼释延杰有私生子。举报材料中说，释永信买了多辆100万排练号，并把少林寺的相关公司产业股份逐步转给了情妇。魔王波旬对佛祖说，据传2500年前，在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前，魔王波旬说，到你末法时期，我叫我的徒子徒孙混入你的僧宝内，穿你的袈裟，破坏你的佛法，他们曲解你的经典，破坏你的戒律，以达到我今天武力不能达到的目的。看看现在寺庙中的和尚尼姑们的所为，还像个出家人的样子吗？那么说到假和尚有钱，其实道士们过的也不是清修守戒的日子了。旅美法学学者、评论人士李玉清对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这个现象在当前的中国很正常。自从中共篡权以后，大陆的宗教早已经是功利化了，打着宗教的旗号挣钱。寺庙的主持也是中共的宗教局任命的，有很多和尚也不是真正的出家人了。近些年，大陆媒体公开报道出来的事例，如一些和尚吃喝嫖赌、开豪车、坐飞机，和一个世俗人已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了。九评共产党中提到，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他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60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来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甚至于鼓励僧尼结婚的方式来瓦解他们的佛教信仰。譬如在1951年3·8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而年轻力壮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来歪曲佛经、盗藏圣经，
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而这也深刻地说明了为什么当今的宗教界和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共多年来貌似大力扶持建造寺庙，但九平共产党指出这背后的实质。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净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而这也能让人理解为何现在的寺庙越来越多，但全然没有了出家人的样子。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